各位好，今天咱們不聊虛的，來復盤一場發生在10年前，但直到今天還在狠狠影響我們生活的屠殺。沒錯，我要說的就是 AlphaGo， 這隻大家都聽過名字，但未必真正了解發家史的阿爾法狗。現在的 AI 熱，什麼 ChatGPT、Sora， 讓大家覺得飯碗不保，甚至有點焦慮。但如果你把時間軸拉回到2016年之前，人類在 AI 面前可是相當傲慢的。那時候大家普遍的看法是，機器也就是算數快一點，真正涉及到直覺、大局觀、藝術感這種玄學領域，硅基生物那是望塵莫及。咱們先得把背景鋪一下，為什麼是圍棋？在 AlphaGo 出來之前，國際象棋的城堡早在1997年就被 IBM 的深藍給攻破了，但圍棋一直被視為人類智慧的最後堡壘。為什麼？因為太複雜了。圍棋棋盤19×19，可能的變化總數比全宇宙的原子數量還要多。國際象棋你可以靠窮舉法應算，但圍棋不行。圍棋講究虛實，講究厚薄，很多時候職業棋手下棋靠的是一種經過千萬次錘煉的棋感。這種東西，當時的計算機科學家覺得代碼是寫不出來的。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一家叫 DeepMind 的倫敦小公司。創始人 Demis Hassabis 是個狠人，從小就是國際象棋神童。後來做遊戲開發者，如果你玩過主題医院，那裡面就有他的心血。這哥們後來被谷歌看上了。2014年，谷歌花了大概4億英鎊把 DeepMind 買下來。當時外界都覺得谷歌瘋了，買個做遊戲的空殼公司幹嘛？誰也沒想到他們在憋大招。DeepMind 的團隊並沒有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地找世界冠軍單挑。他們很雞賊，先搞了個內測版。2015年10月，他們秘密邀請了當時的歐洲圍棋冠軍樊輝去倫敦。樊輝二段雖然也是職業棋手，但在世界頂尖高手的圈子裡，只能算2線甚至3線。樊輝去之前以為是去給谷歌工程師做科普的，結果被關進小黑屋，跟 AlphaGo 連下5盤。結果是什麼？0-5，樊輝被剃了光頭。這件事當時是保密的。直到2016年1月 ，DeepMind 在頂級期刊《自然》上發了篇論文，把這事兒捅了出來。這下圍棋圈炸鍋了。但你要注意，當時的輿論風向不是恐慌，而是不屑。為什麼？因為職業棋手們看了樊輝那5盤棋的棋譜，一致認為這 AI 水平確實不錯，但也就在職業守門員的水平，離真正的世界冠軍，當時的人皇李世石差了10萬8千里。李世石本人當時也放話了，說如果是5番棋，他就算輸1局都算失誤，大概率5-0或者4-1帶走比賽。大家帶着看熱鬧的心態，迎來了2016年3月那場著名的人機大戰。地點首爾，全世界直播。第1局開始，大家還在談笑風生，但下着下着，解說席上的職業九段們聲音開始抖了。AlphaGo 並沒有像大家預想的那樣死板，他的招法極其厚實，甚至可以說是老奸巨猾。最後李世石投子認輸那一刻，全場是死一般的寂靜。這不是誇張，是真正認知崩塌的寂靜。如果說第1局是意外，那第2局就是神蹟。這局棋裡誕生了圍棋史上最著名的一手棋，著名的第37手。當時 AlphaGo 在5路間衝了一手。在人類幾千年的圍棋定式裡，這步棋是典型的臭棋，太高了，太飄了，不着邊際。當時李世石看到這手棋，甚至起身出去了10分鐘，他以為電腦出 bug 了。現場解說甚至不知道怎麼圓場。但隨着棋局進行，大家才發現這手棋像一顆釘子卡在李世石的喉嚨裡，堅固了4面8方。後來這手棋被所有職業棋手奉為經典，甚至被稱為來自外星的一手。它證明了 AI 不是在模仿人類，它有了自己的理解。前3局下完0-3，勝負已分，那種絕望感籠罩了整個人類世界。大家發現，這不僅僅是輸贏的問題，是人類引以為傲的直覺，在算法面前顯得漏洞百出。李世石在賽後發布會上那種蒼白無力的表情，我到現在都記得。但是，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往往在絕境中誕生。第4局，這局棋被譽為人類在圍棋領域對 AI 的絕唱。李世石在極其被動的情況下，在第78手挖了一步。這步棋同樣不在 AlphaGo 的計算範圍內。DeepMind 後來復盤說
AlphaGo 認為人類下出這步棋的概率只有1/1000。這一手神之一手直接把 AlphaGo 的 CPU 幹燒了，屏幕上顯示 AlphaGo 的勝率突然暴跌，然後他開始胡亂下棋，水平瞬間退化成業餘初學者，也就是大家都說的死機了。李世石贏了這一局，這是人類面對完全體 AI 贏下的唯一一局，也是最後一局。這局勝利雖然改變不了結果，但它保住了人類的尊嚴。它告訴我們，人類在極限壓力下的爆發力，那種靈光一閃，也是一種奇蹟。在那次比賽之後 ，AlphaGo 其實還在進化，這就不得不提2017年初的 Master 事件。大家還記得那段時間網上那個神秘賬號 Master 嗎？在野狐圍棋網上，即使是對陣中日韓最頂尖的高手，也就是柯潔、朴廷桓這一批人，他是見誰滅誰，連勝60局。那場面真就是武俠小說裡的絕世高手下山，把各大門派掌門人按在地上摩擦。等到2017年5月 ，AlphaGo 的升級版和當時的世界第一人柯潔在烏鎮終極對決時，氣氛已經完全變了，不再是人機對抗，而是像一種朝聖。柯潔輸得心服口服，甚至在比賽中途跑到廁所痛哭，因為他發現 AlphaGo 下的棋太完美了，完美到讓人感到窒息。柯潔當時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，他哪怕只是稍微讓我也能感覺到機會，但他就像一面牆，沒有一絲縫隙。講到這兒，你以為就是終點了嗎？最恐怖的事情來了。在打敗柯潔之後 ，DeepMind 發布了 AlphaGo Zero。之前的 AlphaGo 雖然厲害，但它是餵出來的，它學習了人類幾十萬張高水平棋譜，算是站在人類巨人的肩膀上。但 AlphaGo Zero 沒有看任何人類棋譜，它只是被告知了圍棋規則，然後自己跟自己互搏。結果怎麼樣？他只用了3天，自己跟自己下了幾百萬盤，就走完了人類幾千年的圍棋發展史，然後以100-0的戰績完虐了那個贏過柯潔的 AlphaGo 版本。這才是真正的降維打擊。這意味着在某些領域 AI 已經不需要人類的數據了，它自己能發現比人類經驗更優的解法。人類的經驗在純粹的邏輯和計算面前，不僅不是幫助，甚至可能是累赘。好了，故事講完了， AlphaGo 在那之後就宣布退役了。DeepMind 把精力轉到了 AlphaFold 上去解決蛋白質折疊問題，那是造福醫學的大事。但我們回過頭來總結一下，這隻狗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？首先，它打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迷夢。我們以前總覺得藝術、直覺、大局觀是人類獨有的靈魂火花。AlphaGo 告訴我們，別鬧了，所謂的直覺本質上可能就是更高級的大數據模式識別。當計算力大到一定程度，量變就是會引起質變，機器也能湧現出一種類似於美感的東西。其次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，它改變了圍棋。當年大家擔心 AI 會毀了圍棋，沒人下了。結果呢，現在的職業棋手人人都在學 AI， 他們把 AI 當成老師。圍棋的技術理論在過去幾年突飛猛進，以前被認為是俗手惡手的下法，現在变成了潮流。人類雖然下不過機器，但通過研究機器，人類變得更強了。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隱喻。我們現在面對 AI， 不要總想着它會不會取代我，那種對抗思維太累了。而且實話實說，在純粹的效率和工具屬性上，你很難贏過它。正確的姿勢應該是像現在的圍棋手一樣，把 AI 當成一個不知疲倦的陪練，一個超級強大的工具。AlphaGo 贏了棋盤，但人類如果能借此學會如何與超級智能共存，那贏的還是我們。與其在恐懼中瑟瑟發抖，不如早點去看看這只狗或者現在的 GPT 能怎麼幫你把你手頭的活幹得更漂亮。畢竟那一局李世石的神之一手不也是在被 AI 逼到絕境時才被激發出來的嗎？